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今天呢，我来做一个糖渍柚子皮。大家平时吃柚子的时候呢，可以把这个皮保留下来，做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小零食，就可以直接当糖果来吃，也可以用在各种烘焙里头，比如放在蛋糕或者饼干里头都很好。你只需要呢这个葡萄柚的皮，然后1/4个柠檬，加上细砂糖150克。除了葡萄柚之外呢，用沙田柚也可以。或者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做橙子皮、柠檬皮，效果都很不错的。下面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柚子皮给清洁一下，就直接往柚子上撒盐，然后用手这样揉搓一下，搓掉它表面的果蜡，然后再用清水漂洗干净就好了。接着把柚子擦干之后呢，在它的蒂头上这样浅浅的画一个十字形的花纹出来，然后再顺着这个纹路一直这样划到底，就划出一个划痕就好了，不需要勾到肉。然后把这个柚子皮沿着这个划开的刀口，这样很容易的就可以剥下来了。剥下来的皮呢，先把它切成比较窄的条状，然后呢，对它稍做一下处理，就是把里头这个白色的瓤去掉一部分。去掉这个白瓤呢，是为了减轻它的苦味儿，而且呢，这个白瓤留的越多，最后做出来的这个柚子皮就会越软。所以去掉多少呢？可以按照你的喜好来控制。我一般会去掉1半左右，然后做出来的这个柚子皮糖它就不会那么的软，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头的那种。处理好了的柚子皮呢，把它放到清水里头，加入一撮盐，然后大火煮开。煮开之后就可以关火了，就把它捞出来沥干水，然后浸泡在一盆新鲜的清水里头，然后拿去浸泡隔夜。这个浸泡隔夜的目的呢，一个是让它变软，便于后面入味儿，另外一个也是进一步去掉它那个苦涩的味道。泡过1夜之后，把它再捞出来，然后放到锅里，换上新鲜的清水，再一次的煮开，就是前后一共把它煮开了2次，这样这个柚子皮里头的苦味就基本上去除干净了。然后就开始来加糖来煮它，把它放到一个平底锅里头呢，倒入之前细砂糖总量的1半，把柠檬汁给挤进去，然后再倒入大概150毫升的清水。这个水的量只需要刚刚好，能够让糖全部融化就好了，不需要太多。先开火把这个糖水煮开之后，转小火，然后盖上锅盖，让它慢慢的煮上大概10到15分钟。接着呢，再把剩下的1半的糖倒进去，分2次加糖，是为了让这个糖能够更加均匀的进入到柚子皮之中。第2次加糖之后，这个糖浆就会变得比较粘稠了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的翻动一下，也是让这个柚子皮能够均匀的裹上糖。第2次呢，加入糖之后，再次的开小火煮上大概10到15分钟。接着你就会发现这个柚子皮变成比较透明的状态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大火来收汁了。开大火之后，让这个糖浆自己变得越来越粘稠，你会发现呢，锅里头开始起这个很大的白色的泡沫，一直煮到这个糖浆基本上看不到多余的水分了，就是你移动一下这个柚子皮，发现锅底没有多余的液体，
这个糖浆基本上变成泡沫裹在柚子皮上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。接着呢，在桌子上先铺上厨房纸，然后把这个网格状的架子放在上面。我们要把这个柚子皮给晾干。然后现在看看锅里头刚才煮过的柚子皮烧凉之后呢，已经没有白色泡沫了，就变成很透明的裹着糖浆的状态。这样把它一片一片的夹出来，放在这个架子上晾干，互相之间不要粘连在一起。因为下面有铺了厨房纸，所以可以滴下去的糖浆呢就不会弄脏桌子。就只需要让这个柚子皮的温度降下来，然后表面摸起来是略有一点黏黏的，让它凉到室温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准备一个空的碗和一个装了适量白砂糖的碗放在旁边，把这个凉到室温的柚子皮在白砂糖里头滚一圈，让它表面这样均匀的粘附上砂糖，然后就放到另外一个碗里头。这样裹上砂糖之后呢，柚子皮在储存的时候就不会互相粘连在一起了。现在所有的柚子皮都做好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看起来像是漂亮的金黄色软糖一样。吃起来呢是带着很浓郁的柚子清香的，基本上没有苦味，就是很像果汁软糖的那个感觉。做好了之后可以储存很长的时间，把它密封起来，放上1-2个月都没有问题的。平时呢就可以作为一般的糖果、小零食之类的来吃，或者呢也可以把它切碎了放在蛋糕或者是饼干里头。现在正是吃柚子的季节，希望大家呢不要浪费掉柚子皮，可以试一试这个很简单的方法。今天再说一件事呢，就是我在微博上正在进行一个抽奖的活动，目前还没有截止。如果你有兴趣参加的话呢，就可以到微博上去关注我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的慢食慢语。最后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